颗飘到美国的气球为何引爆中美两国的外交危机？美国政府指控中国打造了间谍气球舰队，监控全世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中国高空气球事件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2月初，一颗来自中国的高空气球出现在美国的领空，吓坏了美国民众。尽管中共一再强调这只是一颗失控的气象气球，不要过度的解读，但美国一口咬定呢，这绝对是解放军的间谍气球，痛骂中国亲门踏户、藐视主权。双方越吵越凶，演变成了重大的外交危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因为气球事件延后了原本访问中国的计划。而在美军击落气球之后，美国的领空呢却又冒出了大量的不明飞行物，也让事情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今天我们会回顾一下整起气球事件是怎么发生的。中国真的有打造气球舰队，用间谍气球监控世界吗？不过在开始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作为创作者，经营频道总会遇到各种挑战，尤其这几年来，同样的题材竞争者越来越多，一旦内容无法杀出重围，订阅数就难以成长。而我们举办创作者年会 FitCon， 正是为了要协助创作者突破困境。今年是 FitCon 第2年了，讲师的阵容也非常的豪华，包含了阿迪啊、超认真少年、9man、艾丽莎莎、福尔斯汀、Chip 还有 D-Car 都会在年会上面分享他们的独门成长策略。毕竟你的问题他们也都经历过。此外呢 ，YouTube 跟 Press Play 的官方代表也会从平台跟市场的趋势切入，帮你找到更有潜力的成长方向。年会将会在3月15日举办，现在早鸟票热烈贩卖当中，输入折扣码还能够再折100。现在就点击资讯栏连结报名，找到你加速订阅的方向吧。今年的1月28日，一颗气球飘进了美国阿拉斯加领空，引起了美军的注意。当时美军评估这只是一个轻型的探测器，并没有特别的处置。但后来气球飘到了加拿大，美军开始觉得，不对，这个气球好像怪怪的。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个气球呢大约有60公尺高，底下还吊挂了大型的太阳能板以及其他精密仪器与天线。情报人认为这很可能是来自于中国的间谍气球。像这类的高空间谍气球呢，主要飞行在距离海平面24公里到37公里的位置，远高于战斗机跟一般航班的高度。由于不容易被雷达发现气球拥有优良的逆踪效果，可以悄悄的飞到敌方的上空呢进行侦搜任务。而且跟人工卫星比起来呢，间谍气球可以在定点停留，搜集大气数据以及在外太空无法取得的通讯资料。价格上面呢，气球也比卫星便宜了许多，成为了许多国家近年来投入发展的军事项目。而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呢，美国认为中国疑似就是使用这种间谍气球，意图搜集北美地区的情报。而在气球再次飞进美国边境之后呢，也引起了美国民众的巨大恐慌。1月31日，气球再次进入了美国领空，由西向东飞行，而途中呢还经过了许多敏感的设施，像是在蒙大拿州呢，气球就飞越了美军导弹基地的上空。拜登也紧急下令，要求军方采取相关的措施，避免重要资讯被气球搜集。那眼看着这个气球大摇大摆的横跨美国，不少美国民众呢愤怒的要求政府硬起来，马上击落气球。不过美军评估气球的碎片可能会伤及无辜，所以没有在陆地上面出手，任由气球呢继续漂流。最后等到气球飘到了东岸近海之后，美国才派出了战斗机用飞弹击落了这颗气球。而在气球坠海之后呢，美军便马不停蹄的开始搜集残骸，并交给 FBI 分析。他们迫切的想要搞清楚这个气球到底有什么目的。事件爆发之后，中国其实很快就承认气球的确是从中国飞出去的。不过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这只是一个民用性质的飞艇，主要用于气象跟科学研究的用途。但后来因为受到西风带的影响，再加上飞艇自身控制能力有限，才会严重的偏离预定的航线，造成这一次的意外。而对于美军选择击落飞艇呢，中国外交部则认为美方是在对民用的飞艇滥用武力，明显的反应过度，违反了国际惯例。确实，从气象学家建立的数据模型来看呢，气球的确有几率从中国飘到美国。不过，美国认为中国的说法还是充满了疑点。首先，美国军方指出，这个气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路线有不自然的改变，可能代表背后有人在操控。再来，从美军目前的情报来看，气球上面搭载了大型的太阳能电池板、多有天线，还有用于情报监视的感测器，这些都是普通的气象气球不需要的设备。这也让美国一口咬定这颗气球毫无疑问是要用于间谍的用途。甚至美国还进一步指控中国早就打造了一支气球舰队，偷偷在监控全世界。
就在气球事件爆发的几天之后呢，美国表示他们在南美洲的上空也发现了一颗中国的间谍气球。而最近美军回头清查过去的资料，他们发现之前被归类为不明飞行物的事件，其中有几次其实都是来自于中国的间谍气球。在川普执政的时候，中国间谍气球至少入侵了3次，而在拜登执政的时候呢，之前也还有1次。另外，在欧洲啊、亚洲还有太平洋呢，也都发现过中国间谍气球的踪迹。美国政府相信这次击落气球只不过是整个气球舰队的其中1颗而已。中国的间谍气球早就遍布各地，在各国的上空进行侦搜任务。针对美国的指控，中国外交部马上驳斥否认气球舰队的存在，认为这是美国对于中国舆论战的一部分。他们也反咬美国声称呢，从2022年以来，美国的高空气球就在没有经过批准的情况之下，非法入侵中国领空10多次。而且中国的外交部也批评长期以来呢，美国滥用技术的优势，对全世界啊、对盟友窃听窃密，美国才世界上面最大的间谍惯犯跟监控帝国。另外呢，就在几天前中国官媒也大篇幅的报道，山东外海发现了不明飞行物，政府正在准备击落，希望渔民协助拍照跟打捞。那虽然说呢，这件事情后续有点不了了之，没有人确定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但外界普遍认为呢，这其实是中国对于美国的一种示威表现。事件过后，中美2国一直处于剑拔弩张的状况。美国方面呢，这次炮口一致对外，认为这个气球是中国对于美国主权的公然侵犯。众议院不分党派以419票同意、0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了决议案，共同谴责中国。而美国政府呢，更将6间疑似射入间谍气球的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而在中国方面呢，官媒则采取强硬的态度，批评美国故意捏造间谍气球的故事，目的是为了操作舆论，煽动国际上面的反中情绪，来谋取美国的政治利益。不过，尽管台面上面吵得不可开交，双方最近却开始释出善意。这几天呢，拜登强调这个气球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国安问题，淡化了这次事件的负面影响。而另外，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呢，也是表示，他还是希望能够返回中国，而中国商务部对此也展现了非常欢迎的态度。分析师认为虽然气球事件造成了双方严重的摩擦，但其实这一次两边呢都相对的克制，似乎都想要大事化小。对中国来说呢，过去3年的风控已经造成了民生严重的打击，必须要尽快的重振经济。而在这个阶段呢，发生严重的国际冲突并没有好处。而对于美国来说，许多外交官也认为双方需要尽快进行高层级的访问，才能够为两国的关系奠定基础。总结来说，双方其实都有重回谈判桌的意愿，不过现在这个时间点出现气球事件，确实让一切都变得有点尴尬。气球事件之后呢，美军调高了雷达系统的灵敏度导致这1-2个礼拜呢不明飞行物事件的数量激增。光是2月10日到2月12日之间，短短的3天之内美国加拿大呢就3度的派遣战斗机击落了3个不明飞行物。那虽然美军表示这些不明飞行物应该跟中国没有关系，但他们也说不清楚这些飞行物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目的是什么，需要等到残骸分析完毕才可能有答案。而除了美国之外呢，现在其他的国家也开始对于高空气球严加的防备，避免让头顶天空成为国家安全的破口。我们先回到一开始的争议所以这颗气球到底是气象气球还是间谍气球呢？许多的气象专家认为，从外观设计搭载设备、飞行的方式来看，这个气球其实跟一般的气象气球有一段差距。再加上目前中国没有拿出更完整的资料，证明这是一颗气象科研的民用飞艇，所以现阶段呢，我们比较认同专家的观点觉得它是间谍气球的几率应该比较大。那么假设它真的是一颗间谍气球，下一个关键问题就会是，习近平对于这颗气球到底知道多少？分析师认为呢，如果说习近平原本就知道气球的任务，却又选择在布林肯即将访问中国的时候释放这个气球，那么要么是习近平故意挑衅，想要测测美国的反应，要么是他严重低估了任务的后果，却又没有人可以阻止他。而如果说习近平不知道间谍气球的存在，那问题也很大。这代表中共底下的军队呢，有可能不听上级的指挥，自作主张，在这种敏感的时机擅自释放气球，甚至是故意制造骚乱，想要破坏中美之间的稳定。那依照目前各个专家的分析习近平事前不知情的可能性似乎比较大。但我们认为，不管是哪一种情境，都代表中共的政权内部可能严重的缺乏监督或是沟通管道。习近平打造的统治体系已经出现了裂缝。那我们也知道，虽然很多人都很期待看到其政权垮台那一天但如果中共的内部出现了这样子的混乱，那他们或是习近平本人会不会做出什么意料之外的行为，外界其实也都会更难以琢磨的。
过去台湾其实也发生过中国高空气球入侵的事件。国防部证实，去年的2月时，中国福建省解放军的火箭部队就释放了多枚的高空气球，搜集台湾北部空域大气的数据。那虽然说国防部强调，台湾这几年侦获的空飘气球呢，通常没有立即性的军事威胁，而且国军目前的监测系统可以有效的掌握空飘气球的状态，但我们还是有点担心哦。从这一次中美的这个气球事件来看呢，即便是军武系统更先进的美国，面对突如其来中国气球，都还是非常的谨慎，一直检讨应变不够快。那对于台湾来说，如果哪一天我们也发现了一模一样的高空气球，要不要击落？怎么击落？在哪里击落呢？这些问题有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做出正确的判断，可能都需要更缜密的沙盘推演。这次的事件虽然对台湾没有立即的影响，但也希望能够敲醒警钟，让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好的，那接下来想问大家，假设这真的是一颗溅的气球，你认为习近平事前知道吗 ？A. 我认为习近平知道，但他可能没有想到气球会被美军发现。B. 我认为习近平知道，而且是故意在这个时间点释放，想要测试看美国的底线。C. 我觉得习近平不知道，可能是底下的单位擅自释放的。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这一次的气球事件为什么吵得那么凶。此外呢，也可以点到这个地方看看美墨边境围墙以及中印冲突的介绍。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